镇上出了名的凶悍不良少年，竟然在娇小柔弱的盲女孩面前栽了，变身成了女孩的大型导盲犬，忠心护主。女主小雪有弱视，只能模糊地感受到一点光和颜色，就像世界被厚厚的玻璃罩住了。虽然命运不公平，但小雪特别坚强，每天都过得很积极。这天早上，小雪照常拄着盲杖去上学，她在盲道上走得很快，看起来和普通人无异。但走到半路时，小雪发现几个不良少年正蹲在盲道上闲聊，因为视力障碍离开盲道很危险，小雪只好请他们让开。可眼前的混混黑川完全没打算让路，还误以为小雪是来挑衅的。争论中，小雪一脚不小心踢到了黑川的要害，打架高手立马被他撂倒。结果黑川的2个兄弟提醒后，小雪才发现自己伤了人，赶忙捧着他的脸查看伤情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一句关心的话，让天真的黑川一见钟情。黑川连忙向小雪解释，脸上的疤痕是久以前留下的。无爱后的小雪忙着上学，向黑川道歉后匆匆离去。从这一刻起，那持白手杖的身影在黑川脑中挥之不去。到了盲校后，小雪告诉了同学小空。小空激动地说，黑川就是传闻中以一敌百的超级混混，提醒小雪务必小心。小雪觉得和黑川没啥交集了，这事她没放在心上。第二天去上学，黑川偷偷跟在小雪后面，看到小雪买到最爱的蜜瓜包，躲在旁边的黑川比小雪还高兴。小雪离开便利店后，黑川终于忍不住上前搭话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，非常谦卑地为昨天占用盲道的事向小雪道歉。在黑川不断追问下，小雪才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，但他心里一直觉得黑川是个怪人，于是赶紧找了个借口离开。下午，黑川赖在常去的咖啡厅里想念小雪，2个小弟看到他一脸春意，忍不住调侃他是不是恋爱了。听到这话，黑川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一见到小雪心里痒痒的感觉就是喜欢。放学后，黑川又一次守在小雪必经的路上，他的缠着让小雪感到害怕，急忙加快脚步回家。单纯的黑川大喊，我不想报复你，我只是喜欢你。小雪从未见过这样的表白，脸红着跑开了。小雪一回家就总能想起黑川的脸，她觉得自己没啥吸引不良少年的地方，认定黑川是在故意捉弄自己。而另一头的黑川正网上搜如何高情商表白，下定决心要把心意表达清楚。隔天早上，黑川又见到小雪，递上了一封20页的长情书，自己在一旁感动得不得了。直到看到小雪脸色不对，才发现好心办了坏事。弱势的小雪平时看教材都得用电子注释器，她怎么读那么长的情书呢？因这件事，黑川查了许多关于弱势的资料，了解了小雪眼中的世界，更明白了这个总是笑着的女孩日子过得多难。画面一转，小雪回家时不小心把白手杖弄断了，躲在一旁观察的黑川马上站了出来，伸出手臂扶住了小雪。一路上，黑川就像他的导盲犬，格外小心地保护着她。因为视觉障碍，小雪的触觉和听觉特别敏锐，她总能察觉到黑川没有注意到的细节，这让黑川觉得她更加迷人。黑川把小雪送到她姐姐小泉的美容院后，离开时交给她另一封信。小泉知道妹妹和坏男孩交往后，特别担心她的安全，但小雪那时已经改变了看法，信心十足地劝姐姐别再对黑川有成见。晚上，小雪原本打算读黑川送她的情书，却突然想起了不好的记忆。那时候为了保护她，一位少年在车祸中倒在了血泊里。想到这里，小雪默默地把情书收进了抽屉深处。第二天早上，黑川迫不及待地问小雪对情书的感受，结果发现小雪压根没看，她却没有生气，依然笑眯眯地看着她喜欢的女孩。在去学校的路上，小雪告诉黑川，她很久没有去她最爱的公园散步了。尽管倔强的小雪没说原因，但黑川马上就明白了。通往公园的盲道被违规乱停的自行车挡住了。这时黑川心中暗想，我一定要帮小雪做点什么。放学时狂风骤雨，小泉特地放下工作去接小雪回家。经过公园时，小雪和小泉看见黑川被警察围住，周围的人议论纷纷，说
黑川带头的不良少年们偷了大家的自行车。听到这儿，小泉再次严肃地对妹妹说：“他果然不是个好人，听姐姐的，别再和那种坏孩子来往了。”这时候，警察押着黑川来到小雪面前，失望的小雪冲他喊：“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对黑川而言，小雪的不信任比任何流言蜚语都更伤人，他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交由警察处理后，幸好有证人证明他们没偷车，黑川等人才获释。第二天早上，黑川没在路边等小雪。小雪原以为生活会恢复平静，却不断想起黑川的脸。原来不知不觉中，他已习惯了黑川的陪伴。放学后，黑川的手下阿绿找到小雪，向他讲明了偷车事件的真相。其实黑川与他们并没有偷自行车，只是把违规停放的车子搬到附近的停车场。黑川这样做是为了让小雪像以前一样方便出入公园。接着阿绿认真地对小雪说：“虽然黑川看起来不靠谱，但他是个善良的人，希望你不要误会他。”阿绿离开后，这几天和黑川相处的每一刻总在小雪脑海里浮现。她很懊悔自己不知道真相，就随便怀疑了黑川。想到这，小雪马上跑回家，找出了那封被她扔掉的情书。让她意外的是，信纸上只写着2个大字：喜欢。哪怕视力差的小雪也能看得清楚。这一刻，小雪忍俊不禁。黑川的真诚让她心里暖洋洋的。为了向黑川道歉，小雪一个人在街头徘徊，向每个路人打听黑川的下落。但人们一听他找不良少年，都赶紧避开他。找不到黑川的小雪沮丧地坐在路边，问旁边的人：“请问你见过一个高个子的不良少年吗？他脸上虽然有疤，但其实是好人，嘴巴也不灵光，一点也不可怕。”听到这里，身边的男人突然痛哭。小雪才意识到身边的人就是黑川。一直被人忌惮，像猛兽一样被看待的黑川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。原来他一点也不吓人，原来他人挺好的呀。小雪真诚地向黑川道歉，并邀请他一起去公园散步。到了公园，小雪挽着黑川的手臂在花海中漫步，两人看起来像一对恩爱的情侣。可是笨拙的黑川突然说了一句杀风景的话：“以后我们还是别见面了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”小雪自认为黑川嫌弃他有残疾，于是有些自卑地松开了他的手。黑川继续说道：“我从小被爸妈抛弃，上学时被逐出校园，还多次出入警局，是个无药可救的人。但你和我不同，你有家人和朋友，只是个平凡人而已。”听到黑川说他是普通人，小雪瞬间泪如雨下。从小到大，不论亲人还是陌生人，都因为他弱势使他特殊。第一次有人认为他只是普通人，小雪断然拒绝了黑川提出分手的要求。她还想继续和黑川相处，通过黑川的眼睛看他看不到的世界。小镇上有名的不良少年黑川对患有弱视的少女小雪一见钟情，从此变成了小雪忠实的导盲犬。小毒舌的傲娇少女小雪表面嫌弃他，其实内心因为黑川而感到甜蜜。这天下午，黑川像往常一样躲在咖啡厅犯花痴，滔滔不绝地给小弟们夸小雪的美好。看到黑川那副迷恋的样子，一直暗恋他的咖啡厅员工橙子有点吃醋，他也想成为黑川心尖上的女孩。隔天放假，小雪约了同学小空一起去看电影。果不其然，又在老地方遇到了黑川。两人交谈中，黑川好奇地问小雪怎么选电影。小雪笑着解释，电影院有款专门 app 描述电影画面，帮助看不到的人也能享受电影。这时小雪得知小空因感冒无法赴约，黑川立刻激动地说想陪小雪看电影。本来傲娇的小雪想拒绝，但感受到黑川的失落，忍不住同意了。到了电影院后，两人一起去买吃的。一直以来，小雪总是因为看不清菜单而点最常见的饮料和零食，现在有了黑川的帮助，她终于可以选自己想尝试的食物了。黑川本以为两人能有个甜蜜的约会，没想到小雪竟然想看恐怖的僵尸电影。两人坐下后，黑川热情地递给小雪爆米花，小雪说自己会不小心弄到地上，礼貌地拒绝了他。电影很快开始，黑川突然握住了小雪的手，就在他心跳加速的时候，
黑川把一把香喷喷的爆米花塞进他手里，有了黑川的帮忙，小雪也能正常看电影、吃爆米花了。黑川正为自己的聪明得意，突然看到小雪脸朝他靠过来，难道是传说中的亲吻？黑川立刻紧闭双眼，等待小雪喂食一般的嘴唇。下一秒，小雪把自己的吉拿棒递到他嘴边。原来小雪只是想还他零食。在整个电影过程中，小雪津津有味地听着耳机里的讲解，黑川则被恐怖画面吓得直哆嗦。小雪心里偷笑，原来不良少年也有这么可爱的时候啊。与此同时，橙子从阿绿那儿听说黑川陪小雪去看电影了，心里像打翻了醋坛子一样难受。他气呼呼地跑到电影院，刚好看到黑川和小雪打闹得正欢。这瞬间，橙子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。他明白，如果自己再不行动，黑川就会被抢走。画面一转，小雪和黑川正在自助机前选饮料。看不见的小雪买饮料就像开盲盒，这次小雪抽到了一个糟糕的盲盒，买到了自己最讨厌的黑咖啡。就在黑川惊喜地发现，这种咖啡有几点送报走族夹克活动，于是他请求小雪以后买到这款咖啡就送给他，借机向小雪要了电话号码。眼看两人就要互换联系方式，躲在一旁的橙子终于忍不住冲过来打断了他们。刚好黑川有事要离开一下，只好拜托橙子照顾小雪。黑川一走，橙子抱着小雪的白手杖意味深长地说，我在学校被欺负时是黑川救了我，他总是这么同情弱小，所以才会对你放心不下吧。我也真想用白手杖，这样黑川就会一直保护我了。听到这些，小雪脑海里浮现了一段痛苦的记忆。随着年纪增加，她的视力越来越差。到了初中后，学霸把白手杖递给视力几乎全失的小雪。小雪崩溃的大喊，拿手杖不就意味着我是残疾人吗？为什么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看不见呢？比起从未拥有，失去曾经拥有的更让人痛苦。见过美丽世界的小雪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倔强的不愿用白手杖。下午，小雪偷偷溜出去看暗恋已久的青梅竹马阿贵的足球比赛，却在半路上差点被车撞。重要时刻，阿贵挺身而出救了小雪，但他脚伤了，没法比赛。虽说伤不重，小雪还是特别自责。自那天起，她认了命运，成了一个不添麻烦的弱势女孩。一直到小雪搬家，她都没勇气见阿贵。回忆结束后，小雪感到万分委屈。就在这时，黑川拿着湿手帕回来了。原来他特意湿了手帕给小雪擦衣服上的污渍。此时，小雪脑子里全是橙子刚刚说的话。她一把推开黑川，愤怒地朝黑川和橙子喊道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，你们哪里懂我的心情。小雪拿着白手杖迅速离开了，黑川甚至没来得及反应。第二天早上，小雪请求姐姐小泉开车送她上学，刻意避开等在老地方的黑川。黑川找不到小雪，也没法联系她，像迷路的小狗急得团团转，傻傻地等到下午。这时，担心妹妹的小泉找到了黑川，眼睛通红说道，求求你别在这等小雪了，你这样的人不懂她的痛苦。被小泉这么一说，黑川极度失落。镜头切换，小雪正和妈妈愉快地聊天，妈妈提到了前几天小雪出门找黑川时慌慌张张，甚至连白手杖都忘了啊。妈妈笑着对女儿说，我已经好久没见你这样冲动了。听到雪爸这么说，小雪不禁想起和黑川的一点一滴。黑川的到来让她平静如止水的心泛起了涟漪，并给她单调的世界增添了色彩。此刻她突然特别想念黑川。小雪情不自禁地来到自动贩卖机前，心里默默地祈愿着，如果能选中那款黑咖啡，我就见他吧。奇迹发生了，小雪凭感觉随便买的，结果真的是黑咖啡。她来到老地方喊黑川的名字，却始终没有回应。这时，她想起黑川说过自己是红町最厉害的不良少年。虽然他没去过红町，也没自己坐过公交车，但他还是勇敢踏上了寻找黑川的路。结果好不容易上了公交车，却发现走错了路线，只好尴尬地下了公交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声音对着小雪说，你是黑川的熟人吧？需要帮忙吗？这人是黑川的损友大师，与黑川并列的最强混混。大师在公园见过黑川和小雪，所以在路上认出了他。大师看起来很凶，
但和黑川一样健谈又热心，一路护送小雪来到了黑川家。两人刚到黑川家门口，就看到蒙着眼睛的黑川跌下楼梯。原来这段时间里，黑川一直在模拟盲人的生活，他撞得满头包，手因为烫伤全是水泡。只为了理解小雪的感受，黑川傻笑着对小雪说：“虽然眼睛看不见了，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，但我能感觉到和你更贴近了一些。我比以前更明白你的心情了。”等黑川说完自己的感想后，才突然反应过来，问小雪怎么在他家门口。这次害羞的小雪难得说出了真心话：“因为我想见你。”他很快又后悔了，赶紧拿出黑咖啡递给黑川以掩饰自己。黑川不敢相信小雪竟然记得这个约定，立马露出阳光灿烂的笑容，看着这对小情侣沉浸在甜蜜之中。大师默默离开了，内心有点失落。然后黑川带小雪去了他常去的咖啡厅，他想在这儿为小雪准备一场特别放映会。黑川知道小雪最爱江户系列电影，但第一部没有口述版，于是他决定亲自担任口述影像师给他解说。这一次小雪一边吃最爱的爆米花，一边听黑川声情并茂的解说，心中迅速充满了甜蜜感。在咖啡店看完口述电影后，黑川细心地送小雪回家，却在半路遇到了小雪的姐姐小泉。小泉看到妹妹又和不良少年在一起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不由分说地拽着小雪回家。第二天早上，小泉还是气呼呼的，依旧对小雪冷脸相对。就在这时，小泉看见妹妹正在用菜刀做饭，立马吓得推开她。姐姐小泉总是对小雪过度保护，生怕小雪受一点点伤害。她用冷冷的语气说：“我绝不同意你和坏孩子来往，你们不能再见面了。”倔强的小雪也不肯退让，姐妹俩闹得很不愉快。镜头转到黑川像往常一样护送小雪去盲人学校，路边正在施工，小雪总是听不清黑川在说什么。她感慨道：“你真是太高了，要是我能再高10厘米，就能和你说话方便点。”听到这话，黑川马上在小雪面前单膝下跪，两人甜蜜的样子恰巧被小雪的同学和老师撞见了。小雪立刻脸红了。那天下午，黑川带着礼物按响了小雪家的门铃，雪爸开门却没人，只看到一个神秘礼物盒。这个匿名礼物瞬间让小雪家炸开了锅，一家3口兴奋地打开盒子，发现是一双充满少女心的红色高跟鞋。小泉误以为是前男友送的和解礼物，心里又嫌弃又甜蜜。第二天早晨，黑川含羞问小雪是否喜欢高跟鞋，小雪才明白那双鞋其实是给自己的礼物。小黑看着忘放明信片的黑川，一脸懊恼。小雪心里甜滋滋的，她明白黑川送她高跟鞋是想和她更亲近，原来被人惦记和呵护的感觉这么好。黑川因为给小雪买了高跟鞋，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每天只能赖在咖啡店喝免费的开水。就在这时，大师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，但他今天不是来找黑川打架，而是来显摆自己找到工作了。为了成为小雪心目中的好男人，黑川决定跟随大师的脚步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然而他面试了好几家公司，都没人敢录用他这个镇上有名的人。老板们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：我们是服务业，不能聘请不良少年，你脸上的疤会吓跑客人的，我们不需要爱惹事的员工。虽然黑川紧握拳头，但还是强忍下来了，他不能让自己的声誉更差了。另一边，小雪得知姐姐把高跟鞋扔了，马上跑到垃圾堆里找，这对于弱势的她来说非常难，但她还是执着地花整个下午找到了鞋子。晚上找不到工作的黑川颓然地蜷缩在出租屋里。突然小雪打来了电话，小雪兴奋地对黑川说：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漂亮的鞋子，非常感谢你。听说黑川找工作失败后，小雪温柔地安慰他说：你很单纯也很直率，和你在一起总是很愉快，一定会有人欣赏你的。听了小雪的话，黑川心头的阴霾瞬间消散。两人正聊得开心时，小泉闯进了小雪的房间，发现妹妹居然穿着那双丢掉的高跟鞋。小泉脸上满是震惊和困惑。随后小雪告诉姐姐实情，这双鞋是黑川节省下来的钱买的礼物。小泉了解真相后，对黑川的看法没变，反而更讨厌黑川了。那个男人根本不体谅小雪眼睛看不见，送这么危险的鞋子给她。
就是在拿她的安全开玩笑。小泉忍不住对妹妹吼道：“和这种粗心大意的人在一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。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处境？别让我这么担心，你行吗？”从不愿被人怜悯的小雪红着眼回应：“你总是在阻止我，什么事都不让我做，你只把我当麻烦丢来丢去。”小雪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姐姐狠狠打了一下，她又伤心又委屈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大哭。雪爸看着两个女儿吵架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知道两姐妹都没错，错的只是无情的命运。第二天下午，黑川随意走进一家 DVD 店，意外发现了许多带旁白的恐怖片，马上得意的幻想和小雪来此约会的情景，只为让小雪有更棒的体验。黑川还旁若无人地模拟起约会的过程，教小雪如何弯腰行礼。黑川非常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排练。正当黑川沉浸在幻想中时，眼前可爱的小雪突然变成了一个和蔼的老奶奶。老奶奶不会用自助机，找黑川帮忙。黑川第一次被需要，毫不犹豫就帮了她。就在此刻，穿着西装的大师突然急匆匆地冲了进来。原来他才刚被这家店聘为店长，眼前这位老奶奶竟是大师的外婆，怪不得她一点也不怕看上去凶神恶煞的黑川。老奶奶笑眯眯地说道：“谢谢你的帮助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”这话像一股暖流涌进黑川的心底。送走老奶奶后，黑川滔滔不绝地向大师提意见，比如店招太小，东西堆得乱，分类做得不好，不方便老人和视力差的人找东西。大师惊讶地发现，黑川竟然这么能为弱小着想，这正是他店铺急需的人才。想到这儿，大师马上诚挚邀请黑川来店里上班，对黑川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。他愉快地接受了大师的提议，成了 DVD 店的员工。黑川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雪，开心地说：“我找到工作了，被别人需要的感觉真好。”黑川的话在小雪心中引起涟漪，她也想成为一个被人需要的人。与此同时，雪爸来到了小泉工作的美容院。平时总是像孩子一样幼稚的雪爸，这次难得表现出了作为父亲的稳重。雪爸比谁都清楚，小泉为了小雪付出了最多。为了照顾妹妹，小泉从不旅行，不参加联谊，不逛街，甚至都没时间陪男友约会。他温柔对大女儿说：“妈妈去世后，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累了就休息一下，想逃就逃吧，太过依赖亲人，只会让彼此都喘不过气。这个家里还有我在呢，爸爸希望你和小雪都能幸福。”听了雪爸的话，小泉陷入了思考，是否该放手让妹妹独立。晚上，小雪主动破冰来到小泉的美容院，她请求姐姐陪她去服装店，但不让小泉帮挑衣服，只是想让姐姐知道她能独立完成很多事情。小雪独自走进服装店，在店员的帮助下挑到了一件合适的洋装。回到小泉身边，小雪笑着说：“我已经长大了，有很多事想自己试试。姐姐，你也去享受生活吧，去旅行、约会、聚餐都行，毕竟你是我最喜欢的人。”此刻，小雪和小泉都泪眼汪汪，即使会有争吵，会有分歧，她们依然是最关心彼此的姐妹。几天后，黑川已经完全熟悉了 DVD 店里的工作。突然，他听到了熟悉的白手杖声音。只见穿着红高跟鞋和美丽洋装的小雪慢慢走到黑川身边，一不小心踩空摔进他的怀里。小雪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看来我还得多练习，才能安全地到你身边。”黑川感动地紧紧抱住怀里的女孩，每次见到小雪，他的爱就更深一分。一旁的小泉静静看着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看来以后会有别人替他守护最爱的妹妹了。下午刚发了工资的黑川带着小雪去咖啡厅吃巴菲，两人高高兴兴地聊天，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亲密。在咖啡厅工作的橙子眼看着他们感情飞速升温，心里的嫉妒快溢出来了。趁黑川不留神，橙子突然亲了上去，弱势的小雪就在旁边却什么都没看到。为了庆祝自己找到工作，黑川约小雪在咖啡厅见面。他们亲密的样子让暗恋黑川的橙子心生嫉妒。趁黑川没注意，橙子在小雪面前亲了黑川，然后橙子若无其事地离开了。黑川因害怕被小雪发现，不敢声张。小雪到底看到了没有？这个问题几天里一直困扰着黑川，让他工作时也心神不宁。
这天下午，小泉来到黑川的工作地点。上次送小雪来过后，姐姐小泉对高大帅气的大师心动不已，常常借口租碟来找大师聊天。小泉忙着和大师套近乎，黑川却总问他关于小雪的事。得知小雪看不清周围人的具体动作后，黑川终于松了口气，笑容满面。另一边，小雪决定跟随黑川的步伐，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。招聘者们一看到小雪是残障人士，都婉拒了她。每次小雪面试失败，黑川总是温柔地陪在她身边安慰她。黑川爽朗地笑道：“和你一起工作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，真搞不懂那些店为什么不录用你。”听到这里，小雪不由自主地笑了。只要有黑川在身边，再大的困难也显得无所谓。她重新找到了前进的动力。第二天早晨，小雪向忙校的同学和老师倾诉了自己找不到工作的烦恼。老师耐心地对她说：“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真正喜欢的工作。如果你真的热爱某个工作，招聘者能感受到你的诚意。”听完老师的话，小雪不禁陷入了沉思。下课后，小雪来到常去的汉堡店应聘。当小雪是顾客时，每个店员都对她和颜悦色，但她变成应聘者后，大家对她的能力都露出怀疑的表情。正在她觉得自己要被拒的时候，经常和她聊天的店长突然闯进了休息室，毫不犹豫地把她录用了。小雪没想到这次应聘会这么顺利，立刻高兴地告诉了黑川这个好消息。很快，小雪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就到了。学霸和小泉千叮万嘱，才依依不舍地把她送出门。小雪到了汉堡店后发现，除了店长，其他店员对她都不太友好，大部分人觉得她是个麻烦制造机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小雪第一天上班很不顺，她看不清厨房里忙碌的店员，经常帮倒忙。最后，店员们让小雪站到一旁看着，不让她继续工作。下班后，小雪无意中听到店员们在抱怨，凭什么她在旁边看就能拿工资，我们却忙得不可开交，还得照顾一个弱势。听说雇佣残疾人有政府补贴，店长应该就是为了这个补贴才雇他的吧。听到这些，小雪原本就脆弱的自信彻底崩溃了。原来店长毫不犹豫地雇她，只是为了拿到补贴。难道她除了残疾人身份就没其他价值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小雪碰到了刚下班的店长，她壮起胆子问：“您为什么要雇我？是为了补贴吗？”店长说：“他只是想和像小雪这样充满干劲的人一起工作。”听了这话，小雪感觉豁然开朗。她坚定地对店长说：“从明天起，我会更加努力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小雪开始学炸薯条。虽然常被热油烫到，但她从未抱怨。休息时，她靠手机录音，熟悉厨房的布局。在学校时，小雪也利用注释器认真阅读员工手册。小雪这么努力，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。等她像黑川一样能独立工作后，她计划向黑川表白。好友小空知道一切后，想到小雪终于从过去的伤痛中走出来，不由为她感到高兴。这时黑川来到咖啡店，得知这些天橙子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生闷气，没想到橙子一听到黑川的声音，马上从房间里跑出来见他。紧接着黑川找了个地方和橙子单独待着，他轻声说：“有烦恼可以跟我说，如果是因为上次那件事难过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”原来单纯的黑川一直以为橙子的吻只是意外。听到这里，橙子忍不住崩溃大喊：“那不是意外，我就是喜欢你啊！”橙子说完害羞地跑了，留下黑川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这天晚上，黑川陷入了无尽的纠结。他觉得自己喜欢小雪，却也舍不得相处多年的橙子。黑川不禁扪心自问：难道我是个花心大萝卜吗？最后黑川愁得一整晚都没睡。第二天，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晃荡，恰好碰见小雪的盲人同学青山。黑川忍不住向青山倾诉自己的感情烦恼。他在橙子和小雪之间犹豫不决，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海王呢？青山笑着答道：喜欢不是只有一种，虽然我没见过颜色，但我知道苹果红和太阳红不同。你喜欢小雪和橙子的方式应该不一样吧？黑川立刻明白了，是啊，他对橙子的感觉像哥哥对妹妹，
但对小雪是爱情。黑川感谢了青山后，马上回去找橙子。此时橙子正戴着耳机，回想着他和黑川初次相遇的情景。那时橙子被嫉妒他的女生欺负，每天都过得很辛苦。在他最迷茫和痛苦的时候，黑川把自己的耳机给了他，并对他说：听到不想听的话就戴上耳机吧，你不必顾及别人的感受。从那以后，这个耳机成了橙子的护身符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他一心一意地喜欢上了黑川。回忆到此为止，黑川真诚地对橙子说：对不起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待，无法回应你的感情。橙子忍不住苦笑，他明白黑川从未喜欢过他。另一边，小雪还是每个周末去汉堡店打工，尽管她已经记熟了店里的每台机器位置，工作时仍常犯错，甚至受伤。店员们的抱怨也渐渐传到了店长那里。那天早上，店长突击考察了小雪几个员工手册上的问题。店员们惊讶地发现，无论多刁的提问，小雪都能对答如流。店长微笑着对小雪说：我相信你可以，今天你就负责炸薯条吧。这是小雪第一次被分配工作，她紧张得不得了。小雪误按了薯条机的按钮，订单越积越多，她的脸开始发烫，就快要哭出来时，外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原来是黑川得知小雪工作不顺，特意来给她打气。黑川不顾形象的大喊：小雪加油！别人说得到了黑川的支持，小雪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她擦干眼泪，鼓起勇气重返工作。最终，小雪靠自己的努力做出了一份薯条。那一刻，之前嘲笑她的店员们纷纷称赞道：你成功了，干得漂亮。经历这次成功后，小雪的操作变得越来越熟练。她终于感受到自己真的是汉堡店的一员。下班后，小雪给黑川打了电话，约他晚上见面。一想到要向黑川表白，小雪心里的小鹿在乱撞。然而沉浸在欢喜中的小雪并不知道，橙子一脸不快地偷偷跟着她。